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Voici les brochures de notre colloque. Vous pouvez vous en servir. 哦，您听不懂法文是吧？可是我们的中文资料刚刚发完了，要不这份您先拿着，里面有配图也比较详细。我一会儿再帮您取中文的，您去那边桌上签个字就好了。稍等一下。哎，小姐你好，请问您是翻译吗？啊。哦，太好了，请您帮我翻译一下这位朋友想要告诉我的话。Oui. L'Université de Zurich est classée parmi les meilleures universités au monde, particulièrement au niveau des sciences biologiques moléculaires, des sciences des nerfs et de l'anthropologie. Albert Einstein et 11 autres diplômés ou enseignants ont obtenu le prix Nobel. L'Université de Zurich est la plus grande université pluridisciplinaire de Suisse. 哦，你的朋友是说苏黎世大学，在生物学、神经科学还有社会学方面都在世界享有世界级领域。苏黎世大学在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等领域享有世界声誉，培养出了包括爱因斯坦等12名诺贝尔奖得主。苏黎世大学是瑞士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哦，明白了，谢谢，谢谢你们，不客气。哎，你懂法语啊？你这么厉害！我叫乔飞，你叫什么呀？你也是交换留学生啊？你在刚才的用词里把分子生物学翻译成了生物学，把人类学翻译成了社会学，你知道这是很大的错误吗？我翻错了。我现在才大2，有些词大3才能学到呢。就你这样，用不了到大3。你什么意思啊？说清楚。你犯的是最基本的错误。大1课文里第8课第3章节出现过这2个词，你回去仔细看一下。不要以为学法语是很好混的一门专业。大1进校玩1年，大2出国交流混1年，大3、大4谈个恋爱就可以拿文凭。你们这样学法语是胡闹。你凭什么说我胡闹？我告诉你，我是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我拿了奖学金，我才来瑞士做交流生的。你听我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官。好，我马上过去。翻译官，你不合适。你，乔飞，你怎么了？脸变得通红。我遇到一个超级狂妄自大的家伙。啊？什么人啊？别理他了，快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吧。你只要拿到实习全优，就可以拿到奖学金啦。加油！为什么？好像是因为你之前犯了翻译错误。哎，你也真够倒霉的。上次你在会堂门口遇到那个 Alex 陈，是个翻译官。会场门口？啊，就上次在会场门口遇见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是个翻译官。傻死了！我还告诉他我叫乔飞，我还问他是不是交流生。我奖学金真的砸了。那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待在瑞士，只能回国了？我还想在瑞士再多学1学期呢。什么 Alex 程，我怎么得罪他了我再见着他真的跟他没完。哎，他上次还说我连大1的词我都不记得。同学借我用一下。还真有。哎，你别理他，他挑刺儿。这是课外延伸词汇，一般人哪会去记啊？现在害你连交换生都做不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一雪前耻，奋发图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好的翻译的。
6瓶酒，半打呢，这下我可发财了。哎，对了，小飞，你不是说你要攒钱交什么住宿费吗？你快去啊，外面都排着队呢。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你呀，都过来当服务生了，还傲气什么呀？当服务生怎么了？我就是有一身傲骨。这3款酒都特别好，你看这款酒啊，它的口感非常绵柔，还有这款白葡萄酒，先生您看，这个非常适合您，我觉得。还有这款。先生，我给您推荐一款酒怎么样？您可以尝一下吗？可以。92年的。真的对不起，先生。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帮您擦一下。先生，真的对不起。先生，真的对不起，先生。先生，主管来了，该卖了。我来擦，我来擦。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哎，先生，你这是干嘛？这个，怎么搞的啊？红葡萄酒渍是洗不掉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会严肃处理的。我们将赔一件新的衬衣给你。我这件衬衣是我最重要的朋友送给我的，世界上没有第2件，意大利私人定制款。他刚刚自己往上补。胡说！你的意思是客人自己闪上，不想跟你走人。他刚才真的往自己身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客人就是上帝。上次有个客户不喝澳洲的红酒，说木桶的味道跟法国产的不一样，我马上不就取消了澳洲合同。你还真错怪澳洲木桶，反正都是法国运过去的。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就收拾走人。哎，你干什么？小飞，你疯了你！我是想告诉你们，在特定的比例下，红葡萄酒渍遇上白葡萄酒渍就会自动褪色，而且好洗。你是搞科学实验，还是你真喝多了呀？在紧急情况下，这样处理过以后，衣服就可以洗干净，所以你也不用为难他。啊，解决了是吧？解决了，我可以走了吧？等等，不好意思。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我代表酒庄送你一瓶红酒。小飞，赶快带客人到酒窖选酒。快！您跟我这边请。你慢点啊。好了，走吧。哎，我钱包没了。不好意思，师傅。等会儿，哎，我钱包好像在我车里。好，在车里，车停在这儿，明天再拿。这个点儿特别难打到车，我帮你垫上，你先走。我钱包要是丢了，你负责任吗？不会丢的，车就停在这儿。不会丢呢？不会丢，你相信我，你快上车吧。你喝了这么多，你喝了，我帮你垫上。你怎么那么烦？师傅，你先走。你知道这个点有多难打车吗？你这个人到底想怎么样啊？我道歉也跟你道了，酒你也泼我了，东西我也送你了，但是我只想拿我的钱包。我没拿你的钱包。我没说你拿我的钱包，我说我的钱包丢了，你负不起责任。我钱包里装了我很重要的东西。我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你在这儿跟我撒什么酒疯呢？东西丢你去找警察呀！你去找警察呀！你把警察叫来，你去。你们俩干什么呢？身份证拿我看一下。我没带。我的身份证在我的钱包里，我的钱包在我的车里。他喝醉了，你车在哪？我现在带你去。我不告诉你。
你俩认识吗？认识。认识吗？不认识。你刚才还说不认识，我现在又认识了。警察同志是这样，我是他的客人。你好好说话。什么客人？酒庄的客人，我在这儿打工的，这是一个酒庄。他现在喝醉了，我要送他回家。他的身份证在他的车里，他车在那边。走。等会儿，是他说这样吗？我不知道啊，你报的警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解决。是。我回家了。你先等会儿。身份证在车里，他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你们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还说认识？我叫乔飞，我是外大研3的。我是在这儿打工的，我是大学生。你说你是学生是吧？姑娘，你说什么我们也不能全信。我真的是大学，我真不知道怎么解。要不这样吧，您有空跟我回趟学校，我拿学生证给您看。这样吧，你们先给我回趟所里吧。走，上车。不是，进。警察叔叔送我回家喽。走啊！哎，干嘛呢？你去。醒了，你赶紧去跟警察解释一下。啊，好晕啊！情况都已经核实清楚了，待会儿有人来证明他的身份接他，你也需要证明。哦，没密码，拿去花。我对人从来仗义。哎，你给我钱干嘛？你忘了？你真的忘了？你小心说话啊！不是，昨天你忘了？警察叔叔，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喂，你到哪儿了？还有3分钟开始面试了。知道了，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对不起，我说怎么又是你？你是一路跟着我吗？你是变态吗你？你别挡着人家路。陈主任，快开始了。程主任，你是程主任？对，我就是程家阳。你这什么态度啊？跟主任说话？你迟到了1分钟。程主任，对不起，我那天不该骂你，我跟你道歉。赶紧坐好。对不起啊。给大家10分钟准备时间。提示一下，仔细再看一看墙上挂的高翻院守则。等会儿我过来会讲解一下守则，然后我们开始面试。这位是程主任，记住他说的话，好好准备。哎呦，完蛋了，我觉得完蛋了。他肯定会整死我的那个人魔，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刁难我的。我看啊，我今天迟到了，手册，我去看一眼，手册，准时上下班迟到。哎呀，迟到不能超过3分呀！哎呀，你干啥呀？很贵的。对不起，没事啊，不好意思。你也是这批实习生啊？嗯，长得还挺标致的，不许跟我抢程家阳啊！你看啊，
这是我从高中起收集的所有关于程家阳的报道。我和他是一个中学的，不过他高我很多届，所以他才不认识我。不过现在，我终于考上高翻院了。杨幂和程家阳，命中注定的，噔噔噔噔，邂逅了。哎，那个。我就是个程家阳嘛，你至于成这样？不就是个程家阳？哎，姑娘，你怎么用量词的？我们家家阳能用个来评论吗？那不用个还用斤呢？1斤程家阳。行了行了，别吵了，老师都听到了。你们俩要吵，要不加点法文吵吧？这样听到还以为你俩在讨论翻译呢。1斤程家阳，还论斤？你当我们家家阳是菜啊？啊，对，我们家家阳就是菜。与那个 horse legume 还是大人物呢哈，我可不会双关。但我觉得他顶多也就是个肥蔬菜。batat。好啊，你说我们家家阳是番薯，你说他笨，我没说，不是我说的。程主任，程主任，他说你是 batat。是吗？你还感兴趣双关语？不是我瞎说的。都坐好吧。既然说到双关语，那咱们就从双关语说起。今天大家都是第一天会面，大家都放轻松一些，像朋友的聊聊天。现在我提几个问题，谁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告诉我。Une bonne boire。一只漂亮的梨，也是十足的傻瓜的意思。很好。Il a un cœur d'artichaut。他有一只洋记心，就是他很花心的意思。Mon petit chou。我的小卷心菜，就是我的宝贝的意思。非常好。你叫秦贝贝？是的，主任。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哦。我是杨幂。杨幂是什么？就是你程家阳的铁杆粉丝啊！你看，这是我从高中开始收集的所有关于你的报道。你看这个，是你拿下翻译3连冠，法国外长亲自为你颁奖的照片。你看你笑得多灿烂。完了，马必经和人魔结成同盟了。还有这张。你的身上很香啊。是不是涂抹了 Elegance 限量款？你怎么知道？程主任，你用同款男香吗？妈呀，受不了了！这还是面试吗？说起香水来了，臭味相投。那款香水的发布会是我做的同传，前调是佛手柑、小豆蔻、柑橘、小苍兰、薰衣草，中调是绿茶、玫瑰、橙花、紫罗兰，尾调是琥珀和麝香，非常的浓烈 ，special。这么浓郁和特别的香水，作为一个翻译官，怎么能涂它呢？严禁涂抹任何有香味的化妆品，守则上写的清清楚楚。你作为一个翻译官，你要去到各式各样的场合，面对各式各样的人群。如果有人对香水过敏怎么办？你会大大的影响翻译的效果。作为翻译官是带脑袋去，不是带这种化妆品去。程主任，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不仔细看守则？你们来报道的时候，我已经把电子版分别发给了你们。刚才我还专门提醒再仔细看一遍。作为一个翻译官，你提前拿到资料要预习再预习，不许有任何的差错。场外的准备不当，直接会导致场内的大错特错。错，都是我的错。程主任，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幸亏我听你说这句话是在训练室，不是在同传现场。如果在同传现场，你丢的将是整个高翻院的脸。我宣布，秦贝贝同学，由于你违反了高翻院守则，你被开除了。什么？开除？我是你的粉丝啊，你怎么能开除我呢？我妈妈赞助了学校，都做了。赶紧出去，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喜欢。把这也拿走。
你们给我听着，在高翻院别给我来这虚的，在翻译现场，没有虚的，只有真才实学。所有人都可以开除我，但是你不可以。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自己犯的错误自己负责任，在翻译中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你的搭档为你的失误买单。主任，你这样是不是太冷血了？那你算什么？热血青年？还是同情心泛滥？我告诉你，秦贝贝是因为违反了高翻院守则直接被开除。你今天面试迟到，虽然没被开除，但也是0分。高翻院，不要一群猪的队友在一起抱团取暖，我要的是精英部队。下面我点名，挨个来面试。1号，乔飞，跟我来。哎，你懂法语啊？你这么厉害。我叫乔飞，你叫什么呀？你也是交换留学生啊？你在刚才的用词里把分子生物学翻译成了生物学，把人类学翻译成了社会学，你知道这是很大的错误吗？我现在才大2，有些词大3才能学到呢。不要以为学法语是很好混的一门专业，大1进校玩1年，大2出国交流混1年，大3、大4谈个恋爱就可以拿文凭。你们这样学法语是胡闹。你凭什么说我胡闹？我告诉你，我是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我拿了奖学金，我才来瑞士做交流生的。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官。主任，您不会真的给我0分对吧？您就说说气话。那一天和那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说的是1分钟的事儿。你今天迟到了1分钟。我是迟到了1分钟，但是我刚才看守则上写，迟到3分钟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没有直接开除你，但是面试怎么打分由我来决定。咱们之前也算是认识了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动手动脚，坐那儿。我给你机会，就是对别的考生不公平，知道吗？我今天之所以迟到了，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特殊状况，我已经尽最快的努力赶过来了。迟到就是迟到，无能的人才找理由。你将来出任务，你是希望主席等你，还是总理等你啊？那天真的是意外。别再跟我纠缠了，也别再浪费你的面试时间了。现在我照例问你几个问题。乔飞，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翻译官？因为我是……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外语学院学法语的，高翻院不接受流水线产品。因为我是把张璐姐当成我的偶像，我想成为像她那样的国家级的高级翻译。不切实际，自以为是。你的成绩倒一直还可以，是挺好的，我一直是第1名，我是学霸。在学院里第1名，不代表在高翻院是第1名。我们招揽的是人才中的人才，拔尖一点都不稀奇，出类拔萃才是我们需要的。你既然一直是第1名，那为什么大2在瑞士做交换生的时候被扣光了奖学金，提前回国了呢？那个真的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污点。那次我碰到了一个特别坏的人，就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误，他就去挑我的刺，告诉我们老师，我被扣了1半的学分呢。分子生物学和人类学这样的词汇都弄不清楚，你觉得这是小错误吗？档案里还写了。别动。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在苏黎世给我挑刺儿的那个坏人，就是你吧？是不是你啊？我说你怎么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呢？你挖了坑在这儿等我呢。我视力很好，从来不戴眼镜，而且我看人也非常的准。当时我就告诉过你，你不适合做翻译。真的是你啊！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你凭什么这么早给我下判断呢？你要再这么跟我纠缠，你就是影响面试。按照守则，我现在就可以开除你。高翻院是你们家开的，你说开除就开除。我在这坐着好好的，我怎么影响面试流程了？好了，你的面试时间到了，请你出去。面试一共2个半小时，150分钟，15位考生，每个人10分钟。你进来刚好已经10分钟了。您忘了您刚才开除了那个粉丝吗？现在是14个人，每个人有将近11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还有时间在这儿跟您把面试做完。加减乘除算得不错呀。数学是数学老师教你的。行，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今天迟到了1分钟，确实是我的不对。我没有预留出来意外发生的时间，所有的过错我自己来承担。但是我想问您，如果是您的话，在外事活动中迟到，您会怎么办？我绝对不会迟到。如果万一呢？没有万一。你把表调快了半个小时。11分钟到了，请你出去。你们不会真的给我0分，对吧？出去。小飞，怎么样？题难不难？怎么样？怎么样？他什么题都没跟我出，就给了我面试0分。0分？那怎么办呀？你现在面试成绩为0，那这下都得靠笔试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他这个人魔就是想故意刁难我。我乔飞要是被他程家阳赶走，我就不姓乔。下一位，郝哲做准备。给你0分，心里窝火是吗？跑到高翻院来骂街。你这是在说我笨蛋啊？那你也是在骂街啊？我在说风筝，我在说我想放风筝。你想放风筝？现在？那你也是在影响面试流程，牵强。行啊，嘴上一套又一套。那我再给你一次面试机会。我就不姓乔，用法语怎么翻？保留杀气腾腾的感觉，还有贴切法语的表达习惯。Je te paie d'un bois en or。还算贴切。等一下，我回答上来了，是不是不用得0分？当然，我给你10分。才10分？行了，乔飞，都说程家阳说1不2，他能改变主意给你10分就不错了。是啊，就怕是什么？就怕是程家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下不来台才给你的10分。其实啊，他已经10分讨厌你了，那你就会10分倒霉。我现在10分生气。你呀，就是太倔、太拧。你去高翻院我管不了，但是你别影响我这儿的工作。我1周4个晚上，你要是来不及，你就给我走人，更别想跟我提前预支工资。
我知道，我肯定会来的。您千万别把我炒了，我就指着这点生活费呢。知道就好。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特殊，你打个工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勤工俭学4个字儿，哪个最重要？啊？学。是勤，勤劳懂吗？赶紧干活去。昨晚1点钟翻墙回来，被我逮个正着，这不是第一次了，经常晚归，住宿费到现在还没交，就剩他一个了。你快毕业了吧？我很理解你们毕业生找工作、实习都很忙，但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对不起，我真是最近毕业的事情太多了，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能连着3年都要毕业吧？从你搬进来那天算，我逮你多少次了？住宿费也是，每学年都恨不得拖到第2年才交。交，我一定尽快补上。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向学校反映，解决问题的。没困难，老师，没困难，我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我现在能出去打个电话吗？那行吧，你先去打电话吧。谢谢老师。喂，什么事儿？赶紧说，我这串戏呢。哦，喂，佳怡，我……行，我知道了。住宿费是吧？每个季度都这个点儿，你不说我都猜都能猜到。你先借点钱给我呗，我回头按银行利息还你。哎呦，没事儿，你先留着用吧。你放在我这儿呢，不靠谱，还不如借给你呢。要多少啊？这回？5000，你有吗？1000是住宿费，还有4000。哎呀，我的学费都是系里帮我垫的，我自己攒的也差不多了，还有4000块钱。行，5000没问题。佳爷，我刚发劳务费，钱我马上打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件。我今天吧，刚把我那经纪人兼助手给炒了，我觉得给我接那戏太不靠谱了。你呢，交完住宿费以后，收拾东西来我家，咱俩一人一间房子，我保证平时没什么事儿，我绝对不打扰你。你爱干嘛干嘛，爱几点回来，我也肯定不打扰你学习。但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必须要充当我的经纪人兼助手。我知道你最近忙，能不能帮帮你姐们儿，行不行啊？我保证，没什么事儿，我肯定不烦你。好，我知道了。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我这儿来一电话，先不跟你说了。周末下期我找你去，啊。乔飞，怎么回事啊？合格线110，你总分超了呀，怎么没被录取？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乔飞，我估计你就是得罪那程家阳了，他外号叫人魔，你敢跟他叫板，他肯定卡你。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翻译梦。哎，乔飞，你去哪儿？
笔试第1，可惜了，可惜了。佳阳，你是不是太严厉了？程主任也没想到今年院里的评分标准变了呀。迟到就是迟到了，给他见习实习资格吧。我就知道，他还是爱才的。这样的好成绩，在我们高翻院，我记得只有1个人拿到过。我当年没那么高，那肯定是佳阳了。你佳阳是直升的，没进过实习考。那会是谁啊？哦，我知道了，小华。谁在说我啊？哟，小华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佳阳没跟你们说吗？是他去机场接的我。我这个弟弟啊，真是的。你又没回来上班，我没必要什么都跟大家说吧。田主任，高翻院还欢迎我吗？当然欢迎，回来带项目组吧。我还是先做讲座吧。我刚回来，项目组压力太大了。也好，这个学期你就开讲座，1个礼拜安排2次，如何？好。没诚意。我们要找开讲座的老师，去外语学院找不就行了？哎，佳阳，小华的讲座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他在法国待过，又在瑞士那么久，还懂商务这一块，一定大受欢迎的。那不一定呀，杠上了。他呀，就是这么孩子气。程佳阳，我有话跟你说。我问你，你是不是临时改了达标要求，故意把我淘汰了？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很厉害吗？你毁了别人的梦想，很开心吗？乔飞，请你冷静一点。我没办法冷静一点。你知道我为了进高翻院，我已经整整努力了7年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你就要把我刷了。你如果是因为法语水平把我淘汰了，我没话可说。你这样报复我，你就是下三滥。下三滥？谁下三滥？我说的就是你。我笔试分数125分，就算你面试只给了我10分，但是我135分也超过及格线110分了。你为什么要淘汰我？本来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但是既然你问我了，那我就告诉你。今年达标不只要求总分，还要求面试、笔试双达标。你的面试不及格，所以不予录取，明白了？以前总分超过及格线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年要双达标？还不是用来针对我的？针对你？你以为你是谁呀？高翻院没你不行吗？地球没你不转了吗？我告诉你，这里是高翻院，不会迁就任何人。你的面试不及格，就是不予录取。难怪他们说你是变态，说你是成人魔。我叫程佳阳，我有我自己的名字。你虽然不予录取，但我会给你一个见习实习的机会。什么见习实习生？这位同学，程主任的意思就是说，不算正式实习，但同样参加实习期间的3次淘汰考试。那如果转正了以后，大家都一样吗？对，都一样啊。这丫头伙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正好安排实习生分组，来吧，你跟我过来。我看看啊。怎么了，老师？你的同学们都已经选好分组了，然后梅梅老师那儿也满了，所以我不带他。你这孩子，刚才骂人的气焰哪儿去了？你是文小华老师吗？对，我知道你，你被评为中法语言交流青年学者，对吧？你是我的偶像呢。又来一个偶像啊！你的偶像不是张璐吗？
是个女翻译，翻译的好一点就成你偶像了，太廉价了吧？我是真的很喜欢文老师啊。主任，是我太冲动了，我之前以为自己进不了高翻院呢，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套近乎、拍马屁，在高翻院都不顶用。对，戴有色眼镜就管用。我说我自己呢。行了，佳阳，你对实习生都针锋相对啊。我挺喜欢乔飞的性格，你看在我面子上就带他吧。今年不是不让我带人吗？我的通过率很低呀。你不是让他当见习实习生吗？不算人数。你要是不带我，你就是小心眼儿、记仇。拿话堵我？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也真是的，服个软不就行了吗？跟他道个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Un cerf-volant。要我带你也可以，但我有一个额外的要求：转正考试的时候，只要你没有考到第1名，就算淘汰。接不接受随便你。我接受，我一定会努力考到第1名的。1，我对你的努力没有丝毫的兴趣，你淘汰只是早和晚的问题。2，高翻院法翻组的学生一律不许迟到。3，高翻院的规则都给我记下来。跟我来。对了，手表给我。调快了半小时。我说过不会再迟到了。你给我调快了1个小时啊！因为你迟到过。准备一条睡袋。睡袋。加班的时候想睡在地下也没问题，反正跟我没关系，我不会带你。哎，小贝，来，坐，我们这聊天呢。行了，都不用让来让去了。你们大部分人很快就会被淘汰，将来有的是时间在家里做。这里现在是你们的办公室，只要在工作，精力就必须高度集中。其实通过实习期的3次考核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要求：不许出错。你准备睡袋了吗？睡袋？没通知啊。人模要给我发睡袋了，我估计下次要给我发骨灰盒了。谁还在小声说话？谁说话谁就给我出去。现在你们已经是实习期了，一切靠自觉。我不说话，我用眼神杀死你。魔鬼式训练开始了。倒数3秒。Les nymphéas sont une série d'environ 250 peintures à l'huile élaborées par Claude Monet, impressionniste français pendant les 31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Ces peintures représentent le jardin de fleurs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bassin de nénuphars. 这种内容还行吗？对啊，你这种训法，万一把他弄得没有自信了怎么办？这种跟读，就算不懂法语的人都能蒙得1-2句，有什么会自信的？ Également dans d'autres œuvres comme le tableau de la série Wagner Saint-Lazare.
台阶数多少？一共157个，每层25个。5楼层之前多了7个，对吗？去帮我买5杯咖啡回来。你们喝什么？哦，那幸亏我不是你的实习生。不喝算了。我要1杯热巧克力，半糖少奶。拿铁多1包糖，谢谢。田主任要 espresso， 另外1杯大杯美式，三明治不要鸡蛋和花生酱，给你也买1杯，我请客。热巧克力半糖吗？喂。老大，我祝你长命百岁，永不退休。哪天要程主任当上了郑主任，我就直接申请政治避难了。哎，他数对了吗？会不会只数了1层，然后做个乘法？但防火层他就数不到了。还有防火层啊？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谁没事走楼梯数台阶玩啊？中午晚上好之后给咱们带午饭吧，吃什么我请。胡闹！程主任都可以让实习生带咖啡。带咖啡也是我训练内容之一。练什么？跑腿啊？练注意力。主任，热巧克力半糖少奶，拿铁多1份糖，然后还有浓缩美式、三明治。不要花生酱和鸡蛋，对吧？谢谢。刚才你在楼梯间听到的音频内容是什么？刚才在楼梯间听到的音频内容是什么？内容我记得。中途替我去买了杯咖啡就全忘了？那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学会分配注意力，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继续。我台阶数错了吗？我跟你说结束了吗？没结束吗？不是数完台阶就没了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结束了？你在家躺着的时候，任务才结束，知道吗？是你说请大家喝咖啡的。我们招的不是跑腿的，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培训你们，不是让你们去买咖啡的，而且是你主动同意接受高难度附加考核。你不要再跟我找理由了，赶紧总结一下，你听到了什么？是莫奈作品的，一个睡莲系列。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圣什么火车站，对不起，主任，名字我没记住。勉强通过。你给我记好了，下次再由个人原因没有完成任务，不许再给我找理由，听见了吗？赶紧记下来，迅速给我翻成法语。李雷，我们的实习生现在是不是在训练室练视频跟读呢？我去看看。走，我跟你继续。主任，我现在去。哟，你在啊？专注写报告30年。挂号处写着你休息，外面那么多人挂不上号，你在这写报告，你想干嘛？没什么，恭喜你，马上要当副主任了。
这能挂号吗？挂号在1楼。爹，你在这儿别动，我去问问。高佳明，你别以小人之心躲我，我问心无愧，我压根儿就没看过你的临床数据报告，只是凑巧和你选了同一个方向。凑巧。要说我们还真是挺有缘的。老赵，你在周浦医院工作得有20年，一直致力于开颅手术的大面积出血控制，这怎么就帮我陪赞助企业老总开了个会，就突然对海绵状血管瘤这么感兴趣了？不要以为这个课题很容易攻克，要是容易，我都研究5、6年了，还能轮到你？这个病是神经外科的不治之症。是文道来找你，你以为是我巴巴的想做这个项目？实话告诉你说吧，高建明，他们选择我不选择你，那是因为你影响力太小。他们商人说的做公益，扔钱也得听个响啊，只有我来牵头才行。是文道给的你钱。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就是你说的那个海绵状血管瘤。我说那是不治之症，我又没说你一定会死，只要你控制得好，最差也就现在这样。你别哄我了，我脑袋都3次出血了，这个肿瘤压在我的中枢神经上，一直在长，再出血，我的命就挂了。它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会爆。行了，您的话呀，我也听明白了。您得的这个病确实是不可逆，但是要是治疗得好，通过手术是可以把肿瘤切除的。大夫，你说的这是真的？真的可以把我脑袋的这个定时炸弹去掉？你放心啊，我对你负责。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不易贸易的货物，不易被贸易。哎，乔飞，你怎么没去吃饭？没胃口。你上午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太惨无人道了。怎么，是不是又给你布置作业了？大卷舌音，数着台阶跟读，不能数错，不能读错。要买4杯咖啡，有的加糖，有的不要糖。少奶不加花生酱，不加鸡蛋。我哪知道这是陷阱还是任务啊？买完以后呢，跟你说让你背诵全文。对，就是艺术评论。我跑腿买了咖啡，我还要给他背诵全文。哎，乔飞，你没事吧？你的脸好红啊！好着呢，38度恒温杀菌。哎，要不这样，你去请个假，你跟主任请个假，完了祝福家吃点药。好呀，那你帮我请好不好？如果去跟那个成人模请假的话，他肯定会说：“乔飞，任务期间你怎么能够生病呢？为什么记不住我说的话？不要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工作，不要找任何借口，是不是？”学得很像嘛，以后你来当主任得了。郝哲到，李雷让你去资料室找他。哎，好嘞，谢任主任同志。他落东西了。吃吧。说不下。抓紧一切时间休息，保存体力，这也是命令。这你特地给我买的呀？以后有意见当面说，高翻院不喜欢背后议论。
这么快吃完了？不吃了，减肥。一个主治医生，为了科研跟同事吵架，弄得病人闹情绪。我说你是怎么了？主任，你消消气啊！这个项目啊，对我来说意义很特殊。高佳明，在患者面前你是个医生啊，说话得掂量掂量。那个患者的血管瘤在脑部什么位置，你搞清楚了？这个人他脑子里面长了个瘤子，就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安在他的脑袋里。我给了他希望，给了他勇气，让他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给你放2天假，回家去好好想想这个事儿。今天的交互传译练习题目不会太难，因为有的人跟我反映，说训练太难了。太难了。如果这种训练你还觉得难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的专业水平有问题，你需要加强你的专业训练。2个人自由解组，其中每一个组派一个代表到我这儿抽取资料。一个人戴着耳机跟着听读，另外一个人根据搭档的听读进行翻译。2分钟换一次角色，先是2组。我好紧张。别紧张。我觉得翻译完成了以后，人魔肯定会让咱俩把翻译的内容总结个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没事儿。可是万一我不知道我自己说什么，万一你也忘了怎么办呀？开始吧。 Les gangas se situent hors les murs, parce qu'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st entouré d'un mur percé de portes. Les marchandises, notamment le vin, qui est une boisson quotidienne, ne peuvent rentrer que par ces portes. Voilà la raison qui explique le succès. 停。原文里有对不起吗？王琳琳，你到郝哲那组，你们3个一组。你跟我来。主任，对不起，我知道错了。生病了为什么不汇报？你说了不能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工作。你这样病殃殃的工作不叫影响工作吗？你会拖累搭档。我不会拖累搭档的，我咬着牙也会完成的。不需要，你工作的时候身体就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要以为你带病工作，高翻院就会表扬你。你不向上级汇报，出了问题你负不了责任。主任下不为例。没有下次了。38度5，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降到37度2以下，不许进训练室。你不来，我算你缺勤。主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算我缺勤，你让我回去吧。不许哭，哭的话1次算2次，1天不来自动退出。我没哭。拿着。
等不了了，再试一次。哪有那么快呀？你才吃了15分钟药，那要1个小时才能生效呢。我现在不能等了呀！我再等就要被辞退了。你说早不烧晚不烧，为什么等到现在才烧呢？不行，我要去帮你跟人母请假。真别去！你看，我已经站起来，我没事了，我还能转圈呢。你千万别告诉人我没事。你们俩快去上班吧，去，别在这儿了。乔飞，乔飞，你在吗？乔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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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没事吧，乔飞？我怎么睡着了？对呀，你怎么在这里睡了？我不知道，我刚才吃完药特别晕，我就睡了。我睡了多久啊？哎呦，那么还烧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忙活了，都下班半小时了。程主任已经带其他实习生去吃饭了，让我过来找你。走了，让我算缺勤吗？这个我可不敢问他，还是你自己问吧。实话告诉你说吧，高建明，他们选择我不选择你，那是因为你影响力太小。他们商人说的做公益，扔钱也得听个响啊。既然都下班了，大家就轻松一点吧。周同学，你的烧退了吗？退了，主任。你看，明天我能上班了吗？无论再忙，都要多喝水。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要记得行政办公室有药箱。谢谢主任。我知道你们平时在底下都叫我人魔，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在生活中还是挺随和的。行了，别看了。高翻院没有秘密。好了，别逗他们了。我们刚进来那会儿，又不是给田主任取外号吗？我想说的是，他们起的这个外号太没有创意了。我知道了，主任，我下次一定给您取一个有创意的艺名。对，就有艺名，叫程家小百合什么的。哎，梅梅，你记不记得咱们俩刚进高分院那会儿啊？老天总说咱俩有一丝微妙的口音，然后我就去问嘉阳，怎么样才可以说一口纯正的法语，记得吗？记得。你们程主任呐，一本正经的告诉我，想要像一个法国人那样说话，首先呢，你的嘴要撅一点，然后右手比划数字7，举在肩胛骨的位置。说话的时候，嗓子眼里好像要有一口永远都清不了的痰，然后一边用手比划数字7前后抖动，一边说：“就对了。”你这样说话，连中文都有巴黎腔。友情提示啊，如果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可以加上左手的动作，2只手交替抖动，
今天这么高兴，要不主任请我们吃一顿好的呗？好，好啊！我当然想请你们吃大餐，但是孩子们，你们得工作啊。前菜、主菜、甜品一套下来，你们还有时间训练吗？上菜。后天晚上，中国小企业联合会会在这里招待法国企业访问团，非正式商务酒会。高翻院准备申请你们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那我们是去做翻译吗？有同传交传任务吗？不会，合同翻译、会议翻译都由高级翻译来负责。当你们在现场看到一个中国女强人和一个法国女强人想要交流衣服、包括鞋，但却又苦于语言不通的时候呢，就可以勇敢地走上前，帮助他们。那就是服务员呗。服务员可以穿着高跟鞋站一晚上，你行吗？你把我骑在地上得了。虽然是非正式酒会，但是我要求你们一律按照法国总理访华的标准来演练，所有人必须着正装，女士化淡妆。你面试那套可不行。可以穿休闲皮鞋吗？正装。必须化妆吗？我平时也不化。你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在很多时候，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个人的形象。有些场合需要化妆，如果是出于尊重，就必须要化。妆面必须大方得体，你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要不还是下次一个个慢慢来，单独练。你这一下子把他们都放出去，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最后根本就进不来，我看没必要。那行，我回去跟田主任说一声。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力去参加这种级别的场合。哎，别呀，你给我们1天时间，让我们准备一下，然后过1天以后你再来验收，不行的话再取消我们资格也可以啊。嗯，对呀，对啊，对不对？对啊，机会已经晚了，我需要提前申请，提前做安排。那一个晚上，明天早上来验收。对啊，给个机会嘛。成交。你不来帮忙是吗？好，以后你公司有翻译文件别找我了。说定了，明晚见。小子，不来帮忙？不怒啊。是啊，他还好意思问我要演出费，想得美！他不知道这是我们高翻院的传统。说清楚啊，这可不是高翻院传统，这是你程家阳想出来的传统损招。这样多好啊！既不用担心实习生在正式外交场合捅娄子，还能训练队伍。找个法国人来冒充客户，得花不少钱吧？老田给你包一部分。老田，他自从知道我要搞这个锻炼以后，进出门就不带钱包。这个压力训练到你这儿可发扬光大，还弄出一假酒会来。现在的孩子哪有我们当时那么单纯呢？你不弄点真实的氛围，谁相信？你呀，钱烧得慌。别管他，他这是变态的乐趣，他就是喜欢折磨实习生。不知道我现在有个新名字吗？人魔。这能行吗？这种打法明明适合丝质薄领带。我之前那种打法不挺好的吗？挺帅的。你的领带打法是你的少先队辅导员教你的吧？这么多种打法，你为什么非选择这种双交叉结的？之前那种温莎结不挺好的吗？名字就贵气逼人。你们在网上所能找到的所有打领带的方法，我昨天都帮你们试过了。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好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不会打领带的，所以我才帮你们选择了这种简单极易上手的双交叉结，听起来也很贵气逼人啊。行了，郝哲，你就听乔飞的吧，他之前也不会打，他试了1个晚上，就这个一次过了才推荐给你们的。好啊。哎，杨飞，快，你帮我看看我的妆怎么样？符不符合你说的那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妆？闭眼，我要亲上去了啊！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效果相当于硫酸。卸妆液，你看你这个妆，我帮你改一下。吓死了！别紧张。郝哲，你看你这个裤子，这儿吧。
哎，我新买的裤子。好了，谁会掀开你的裤腿看你腿上有没有圆珠笔道子呀？你现在这种高度已经不流行了，你知道吗？你要往上拎一点，这样显得人才精神。找人给你改一下吧。哎呀，这都8点多了，人们马上来上班了，这餐桌礼仪还没讲，怎么办啊？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现在讲到最繁琐也最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餐桌礼仪。大家应该都想知道吧？说，那赶紧说啊，别卖关子了。就是呢，你看到那个菜端上来的时候，都先去观察一下，先不要第一个去吃，观察，然后呢，等到会吃的人吃了，你就去学他。哎，不要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不好？最朴实的真理，是不是？你们都别太紧张，我今天呢是来教课件的，刚好听说你们都打扮好了，好奇来看看。打分的呢，还是程主任。当然，要是文老师，我才不紧张。合格吗，程主任？怎么做到的？机密。反正我敢确保，你担心的问题都不会发生。是吗？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别人的准备我都看到了。你呢？我的验收成果你都看到了，你还担心我吗？如果有任何你们感觉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通知我。知道了，主任。到底什么时候参加酒会啊？明天晚上8点。送到那边去，那边人多一些。说真的啊，这批实习生的素质比上届高很多呀。你指谁呀？就那妹妹，真好，真漂亮。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梦里，还学了法语。介绍一下。好啊。你说的啊？我说的。得嘞。总算有点长进。你到底怎么了？行了，你少喝点，你胃不好。我去给你打杯开水去。这样，
我是因为跟你哥吵架了，所以才心情不好。你真的不用管我。他怎么了？你说我们还能算恋人吗？总是不能见面，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可他还是拒绝我。他怎么这样啊？佳瑶真的好难过。你说佳明他这样，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我太爱他？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这样？我对他已经够委曲求全了。要不要我找他去谈一谈？不用，我对他的爱已经连自尊都没有了，我不想把你扯进来。佳瑶，你去忙吧，真的不用管我。你这个样子，佳瑶，我今天晚上心情真的很差，我真的不需要别人来同情我。我不是同情你，你真的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外面公司不养高。你要是担心的话，我们约在9天的晚上见面。惹你也是。我得考虑一下。你想的太多了，有什么？哪个翻译不接外单？你不是缺钱吗？下车。主任，什么也别说，哪儿也不许去。结束以后过来找我。我可以解释，他是让我去他那边做兼职的，主任。系上安全带。我知道高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是，实习期间不能出来做兼职，但是转正以后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错，我想等转正了以后。转正以后，别人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别自视甚高。第一次淘汰就要刷掉2/3的人，首先要刷掉的就是你这种目标不坚定、哪有高枝爱攀哪儿的人。他只是约我面试。约你面试为什么要约在酒店，还要晚上见呢？那不只是随口一说吗？那不约在晚上，难道约在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吗？我不用上班了，我跑去面试吗？小嘴还挺会呛人。那你来高翻院是镀金的吗？镀
镀一层金就可以打着高帆院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还是想利用高帆院的平台建立你自己的人脉关系啊？你为什么老喜欢把我往坏的方面想呢？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是吗？对，我承认，我迟到，我还在背后议论你，我都承认。但是你呢？你把酒泼我一身，还害我进派出所，这也怪我吗？那你现在是酒庄的侍酒，还是我的实习生？如果你对我有意见，你马上可以离开。我的私生活好像也跟你没关系。放心，只要不影响院里，我对谁的私生活都没有兴趣。文叔叔您好，高帆院的活动已经散了，小华已经回去了。还没到家啊？啊，没事，您说。好，我会处理这件事情的。叔再见。你赶紧去跟田主任申请调组，不然就等着被我淘汰。停车。我们家的曹家渡方向现在是相反方向了。停车。谢谢主任。哎，到家了发短信报告。哎，喂，哪位？是我，佳怡。佳怡。你怎么换了电话号码啊？这是我新男朋友的号。你跟新男朋友在一起，什么时候好的呀？这不刚交的，刚要跟你说嘛。哎，你要没事儿过来找我一趟。我在开酒吧，快点过来啊，等着你呢。行吧，我来喝杯热的。你得送我回家啊，别重色轻友啊。我说过了，我不喜欢别人用我的手机。我电话没电了，用一下不行吗？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你是医生，所以你怕错过很多重要的电话，才不让我接的，对不对？还真不是因为这个。那因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看我的手机。连我都不行。不行。我呢，不喜欢太粘人的女人。如果你要是连这一点都改不了，那咱就别在一起了。你这才刚在一起你就跟我提分手，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当然喜欢你了，你长得那么漂亮。我闺蜜来了，哎，亲爱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男朋友高佳明。佳明，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闺蜜乔飞。打个招呼啊。